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家感觉蛮有趣的旅游新创公司，叫做 Kigo 旅游。我们手边呢有两种资料，一部分是他们官网上的介绍，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那另一部分呢是一份蛮详细的 Kigo 旅游网站企划书，这个就比较内部了，可以看到更多策略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一起来看看 Kigo 这家公司到底想做什么，他们的理念特别在哪里？还有啊，就是在现在这个竞争超级激烈的旅游市场里面，他们打算怎么杀出重围？你可以想成是我们帮你掀开这家公司的幕后策略了。Kigo 这个名字也蛮有意思的 ，Keep Go 持续前进，听起来就很有探索的感觉哦，让人好奇他们到底想玩什么花样。对，这个名字确实，蛮直接的。从初步资料来看呢，Kigo 的企图心我觉得很明显，他们好像不太想做那种就是大卖场型的旅游平台，反而想在这种大家都已经很习惯的标准化线上旅游市场里，切出一条更强调所谓深度体验跟个人化的路。这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值得我们来好好聊聊的尝试，对不对？尤其现在越来越多人其实是想要那种很不一样的旅行经验。没错。好，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好了。Kigo 到底是什么？它的定位，我看网站跟企划书都有提到，它是专注在自由行跟客制化旅游的一个电商平台。企划书讲得更精确一点，说是专注于深度自由行的 OTA（Online Travel Agency）。是的，对，这边的关键词我觉得就是深度。很多大的 OTA，像我们可能比较熟的 Klook 啊、KKday 啊，他们的强项就是产品很多很广，机票、住宿、门票、接送什么都有，买起来很方便。但 Kigo 好像觉得，市场上对于那种更深入的、更在地的，或者说更有主题性的体验，其实还有空间。他们想做的就不只是卖一个旅游商品而已，还要结合像旅游达人的专业知识分享，还有客制化的行程规划服务。哦，所以不只是卖东西，更像是一个旅游顾问或者帮你策划行程的角色。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们目标可能就是想填补那些大型 OTA 在深度体验这一块相对比较没那么着力的市场空白。你可以想象一下哈，譬如说你想去单车环岛，大的平台可能就是提供你租脚踏车，但 Kigo 可能会给你有经验的达人规划好的路线，跟你说沿路有哪些私房景点，甚至可能还有达人带着你骑。这就是他们讲的那个深度的差异化。他们的出现，感觉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想要旅行更有弹性，更能自己去探索，对不对？就是强调旅行不只是去打个卡、踩个点，那个过程中的发现呐、感受啊，其实更重要。听起来是蛮有理想性的。我看他们网站上写的品牌价值是自由探索分享，slogan 是 Keep going and keep discovering。这确实很强调自己动手，还有体验本身呢。那他们想吸引的会是什么样的旅客啊？这个企划书描写的蛮清楚的，主要就是锁定在大概20到45岁这个区间，通常是那种很爱自由行，自己有能力规划行程，然后经济上也有一定基础的，年轻人或青壮年。这群人跟以前习惯跟团的那种旅客很不一样，他们追求的常常不是说哪个行程最便宜，而是那个体验是不是够特别、够深入，能不能符合我自己的兴趣。这点我真的很有感。身边很多朋友现在出去玩，真的都是自己拍行程，要很个人化的那种。企划书说，台湾年轻人超过70%都喜欢自由行，哇，这数字真的蛮高的。是啊，而且企划书还进一步去分析这些人的特质，他们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数位原生代，意思就是非常习惯用网络、用社群媒体，像是 IG 啊、YouTube、小红书、看部落格啊，去找旅游灵感、比价、看评价、规划行程。他们做决定非常依赖网络上的资讯跟口碑。
里面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户外咖或是探索爱好者，就是对单车啊、登山、潜水、滑雪，甚至像高空跳伞这种需要比较多专业知识或装备的主题旅游特别有兴趣。同时，他们也是那种追求弹性的规划者，不喜欢被那种死板板的行程绑住，希望可以自己组合想去的点、想玩的活动，甚至随时想改就改。最后啊，他们也是社群参与者，不止自己爱分享去哪里玩、看到什么，也很依赖看别人分享的经验，就是我们常说的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听起来这群人需求真的很多元，而且很在乎自己能不能做主，还有体验是不是真实的。那 Kigo 强调的客制化跟达人知识，好像就正好打中他们的需求点了。对，完全正确。客制化就满足了他们对弹性、个人化的要求嘛。那达人的知识分享就提供了他们在规划那种比较深入的行程时，可能自己不太懂的专业资讯，或是在地人才知道的美角。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Kigo 网站上的行程范例看起来跨度很大。有那种大家比较常去的冲绳、曼谷一日游，也有那种很特别的肯亚看动物大迁徙啊，纽西兰跳伞啊，甚至还有很专业的台湾单车环岛。感觉他们就是想涵盖不同深度的探索需求啦。好，那问题来了，市场上已经有 Klook、KKday 这些大咖了，竞争这么激烈 ，Kigo 这种新的要怎么活下来啊？我看企划书里提到一个商圈策略，这听起来好像是他们定位的核心呢。是的，这个商圈概念确实是他们策略的关键。他们把市场，大概分成3层来看。第一层，他们叫一级商圈，这就有点像百货公司最热闹的1楼，人最多、最 mainstream 的地方。主要就是那些大型 OTA 在玩的，卖机票、住宿、热门景点门票这些标准化、流量大的产品。Kisco 觉得在这边跟这些巨人拼价格、拼产品多样性，基本上没什么机会赢。所以他们的重心是放在2级商圈。这就好比百货公司楼上那些专门卖特定主题或品牌的柜位，对应到旅游市场，指的就是那些大型平台目前产品深度还不够的利基市场 （niche market）。这些市场的客人可能人数没那么多，但他们的需求更明确、更深入。哦，可以举些例子吗？什么算是2级商圈的产品啊？比如说，针对那种单车旅游的爱好者，大型平台可能就只有租车，但 Kisco 的目标是提供一整套的服务，像是专业向导带路啊，好几天的路线规划，沿途的补给住宿安排等等。又或者，他们专门做那种很小众的生态探索行程，像是去特定的保护区看鸟，或是去原住民部落做深度的文化体验。甚至企划书还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差异化服务，就是提供现在大品牌比较少看到的旅程跟拍或是空拍摄影服务，帮客人记录下那种很独一无二的回忆。哦，所以2级商圈的重点就在于专精跟体验的价值，比较不是拼价格了。没错，对。这边的目标客群，他们是愿意为了那种真正特别、品质又好的体验，付比较高的价格。但 Kisco 的策略还不止这样哦，这边有个更有趣的布局，他们还想要建立一个叫做潜在3级商圈。潜在3级商圈，这听起来更抽象嘞，这什么意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围绕着内容跟社群的生态系。Kigo 打算透过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旅游资讯，像是请旅游达人写很深入的攻略啊，介绍私房景点啊，拍那种很吸引人的旅游影片，或是使用者自己分享的游记等等，用这些内容去吸引那些还在做功课、找灵感阶段的潜在使用者。目标是在这些人还没决定要去哪里玩、要买什么行程之前，就先认识 Kigo， 信任 Kigo， 把 Kigo 当成他要找深度旅游资讯的首选平台。这算是一种更长期的用户培养策略了，试图在购买决策的最前面就把使用者抓住。我懂了，就是
先用好内容把人吸过来，建立信任感跟社群的归属感，然后再慢慢引导他们去买产品。这听起来是个蛮聪明的长期策略哦。不过想法很棒，那执行呢？他们打算怎么一步一步把这个蓝图实现？企划书有没有提到产品或服务推出的阶段规划？有的，他们采取了算是很务实的做法，就是所谓的 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 最小可行产品策略。意思就是不会一开始就想把所有的功能、所有的行程都做出来，而是先推一个有核心功能的版本，赶快丢到市场上去试水温，然后看使用者的反应，再一步一步去改进、去增加功能。那第一阶段的这个 MVP 会有哪些东西呀？第一阶段他们会先上一些比较热门的、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行程，像是前面说的冲绳啊、曼谷、首尔这些地方的一日游，或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活动。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先拿到一些基本的网站流量跟使用者嘛。但同时，为了做出差异，他们会同步推2个重点内容，一个是旅游资讯分享，就是开始产出攻略文章啊、短影音这些；另一个就是那个蛮特别的摄影旅拍服务，包含店面的跟拍还有空拍。所以策略就是用热门行程先拉人进来，用专业资讯建立形象，再用旅拍这个亮点去制造话题跟差异感。接着会进入第2阶段，这时候才会加入更多互动跟个人化的功能。例如，根据你看过什么、喜欢什么，去推你可能会有兴趣的行程，就是个人化行程推荐。还有建立达人社群互动的机制，让你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问那些有经验的达人问题，交流心得，甚至可能可以付费咨询。然后到了第3阶段，才会真的大力去推那些最能代表 Kigo 精选的主题式深度旅游，像是规划很完整的单车环岛、冒险探索、生态体验，或是专门去找在地美食的行程等等。这个阶段，他们也会考虑把市场拓展到其他国家，然后做多国语言的版本。这个分阶段的逻辑，我觉得蛮清楚的啦。先求活下来，建立基本的流量跟独特性，然后再强化核心价值，培养用户的粘着度跟社群气氛，最后才扩大规模，深化品牌定位。这个产品路线图听起来蛮合理的，一步一步来。但光有产品不够啊，要怎么让他们的目标客人，就是那些爱自由行啊、追求深度的年轻人，知道有 Kigo 这个平台？行销推广这块，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企划书在数位行销这边规划的算是蛮具体，也蛮全面的。核心的想法是，与其像大平台那样砸大钱买广告，不如更聪明的利用内容跟社群的力量去接触到他们的目标客人。主要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内容行销，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策略的核心。计划要持续产出那种高品质的旅游内容，像是找旅游达人或是 KOL 关键意见领袖嘛，来写很深入的攻略，开箱私房景点，分享真实的旅游故事等等。同时，他们会非常重视 SEO 搜寻引擎优化，目标是锁定那些搜寻意图很明确的长尾关键字，比如说京都亲子自由行5天行程规划啦，台湾东部单车路线推荐这种，让那些正在找这些资讯的潜在使用者能够优先看到 Kigo 的内容，这样就能导入很精准的自然流量。他们还设定了目标，希望每个月自然流量可以成长 15%。所以是用有用的资讯来吸引人啊，不是硬塞广告给人家看。那社群媒体呢？现在年轻人都挂在上面了。对，没错。第2个就是社群媒体经营，他们打算在 IG、脸书，还有现在很红的 YouTube Shorts 这些平台，针对不同平台的特性，去规划不同的内容比例跟发文频率。比如说用那种很有质感的照片跟短影音，去强调视觉化的品牌呈现，沟通那种不只是去观光，更是融入当地生活的感觉。同时也会很积极的去鼓励去运用 UGC， 就是用户自己产生的内容，像是办个旅拍照片的征集活动啊，邀请用户分享他们用 Kigo 去玩的旅程故事啊等等。
目标是第一年至少累积1万个活跃粉丝，然后希望转换率，就是看了之后真的下单的比例，能有2% 左右。等于是让用户从只是看的人变成帮忙推广品牌的人。听起来很重视跟使用者的互动，还有参与感。那还有其他的行销方式吗？第3个是付费广告，但会比较精准的去投。企划书规划 Google Ads 跟 Meta， 就是脸书跟 IG 的广告，预算比例大概是6:4。初步规划1个月大概投个10万块台币。重点是他们设定了很明确的 ROAS 目标，广告支出回报率嘛，要求至少要到3，意思就是每花1块钱广告费，至少要带回3块钱的订单收入，这样才能确保广告有效益。最后一个是合作伙伴策略，这包括跟旅游达人 KOL 做更深入的合作，可能不只是发业配文，搞不好是一起开发行程。还有跟在地的有特色的供应商，像是民宿主人工作室导游建立伙伴关系，这样才能确保产品够特别，品质够好。同时也规划跟专业的摄影师团队合作，来提供旅拍服务。甚至还考虑跨界合作，像是跟银行信用卡谈旅游优惠或是跟户外运动品牌办联名行程或活动等等，去扩大接触的范围。哇，这个行销蓝图听起来真的很立体耶，结合了内容、社群、广告还有伙伴关系。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这一切听起来都很棒，但钱呢？他们打算怎么赚钱？还有这门生意的财务上可行吗？关于商业模式，企划书里面提到主要的收入来源有几个，最核心的是行程佣金，也就是跟提供行程服务的供应商或是达人筹一定比例的费用，预计大概是10% 到15% 左右。这个是线上旅游平台最常见的模式了。再来，等到平台的流量跟使用者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发展广告与内容合作的收入，比如说让相关的品牌可以在平台上登广告，或是做一些付费的内容合作，像是品牌赞助的旅游专题之类的。第3块是特色产品与价值服务的收入，这部分的毛利可能就会比较高。例如前面一直提到的那个旅程跟拍服务 ，Kiko 可以从中抽成，未来搞不好也可能开发一些自己才有的特色商品，像是跟达人联名的旅行小物等等。听起来收入来源有多种规划，那成本呢？还有他们预计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赚钱呢？成本结构这边，企划书预估在刚开始营运的时候，行销推广费用会是最大的支出，可能占到总成本的4到5成。这对新创平台来说其实蛮正常的啦。为了要赶快让大家认识，累积第一批用户，通常都要投入比较多资源。再来就是平台系统的营运跟维护费用，还有人力成本。财务预估方面呢，企划书估算一开始需要的启动基金大概是350到400万台币左右。他们也蛮务实的，预计第1年应该会是亏钱的状态，主要就是因为前面说的要花很多钱在市场开发跟拉新用户上。目标是希望在第2年能够达到损益2平，甚至开始有一点点小赚。这个对于一个需要时间去累积用户基础跟口碑的新平台来说，算是相对常见而且合理的发展路径啊。不过这听起来还是有风险的吧？毕竟市场竞争那么激烈，而且如果很依赖达人或供应商，会不会有品质很难控制的问题啊？对，你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企划书里面其实也有包含风险评估跟控管计划，比如说要怎么确保合作的达人跟供应商服务品质是好的，要怎么应对大平台打价格战或是模仿他们的产品，技术平台的稳定性够不够，甚至法规会不会有什么变动等等。他们也设定了具体的 KPI 关键绩效指标嘛，来追踪营运的状况，像是第1年的目标订单数要达到1500笔，合作的达人要有10个以上，使用者的满意度要超过90% 之类的。透过这些数据呢，来及时调整策略。
他们也有提到这个计划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啦，像是可以促进某些特定地区或主题的深度观光，帮在地创造一些工作机会等等。好了，我们拆解了这么多 Kigo 的想法啊、策略啊、规划啊，那这一切对您，我们的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其实反映了一个蛮重要的趋势。如果我们把眼光拉高一点，看整个旅游产业，会发现旅游正在经历一场从标准化走向个人化，从观光走向体验的深刻转变。以前旅行可能比较像是在搜集景点，去了多少个地方打卡拍照，对不对？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在乎的是旅行中的感受、学习还有连结。也就是说，重点不再只是我去过那里，而是我在那里体验到了什么，是这个意思吗？对，正是如此。像 Kigo 这样的平台，它的出现其实就是在回应这样的转变。它扮演的角色就不只是一个订票定行程的工具了，更像是一个策展人，还有媒合者。他试着把那些很渴望独特深度体验，但可能自己没时间或是没有专业知识去规划的旅人，跟那些拥有专业知识能够提供特色服务的在地达人或是供应商，把他们连接起来。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已经有点腻了那种千篇一律的旅行团行程，喜欢自己掌握旅行的步调，但同时又希望在某些地方能得到一些专业的建议或帮忙，比如说找到一个真正懂在地文化的导游，或者规划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登山路线，甚至想要有专业摄影师帮你记录下那些珍贵的时刻，那么像 Kigo 这样专注在深度跟客制化的平台，就提供给你一种跟大型 OTA 或传统旅行社不太一样的选择咯。它的价值可能就在于帮助你跨越那个从好想去体验到真的去体验到之间的那个鸿沟，满足了我们不只想要看到一个地方的表面，更渴望深入它的内在，去体验当地真实生活样貌的那种深层的渴望。当然啦，这种平台的挑战也很大，就是怎么确保那个深度的品质，还有未来如果规模变大了，要怎么维持那个客制化的温度，这都是问题。好，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了 Kigo 旅游这家公司的愿景跟策略。总结来说， Kigo 的企图心不只是想做一个旅游预订网站而已，他更想打造一个专门为了那些热爱自由探索、追求深度体验，还有高度客制化旅程的人所设计的一个精选平台，跟一个可以互动的社群。他们希望透过专业又有价值的内容分享，独特又有差异化的服务，像是那个旅程跟拍，还有活跃的社群力量，在竞争这么激烈的线上旅游市场中，carve out， 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最后，这其实也引出了一个我觉得蛮值得我们一起思考的问题，想留给您。当科技让旅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资讯取得越来越容易，甚至搞不好 AI 都能帮我们排行程的这个时代，探索的真正意义对你来说会是什么呢？在去那些大家都说必去的名胜古迹之外，你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内心深处真正渴望寻找的是哪一种独特的体验，哪种情感上的连结，或者是更深层次的自我发现呢？而像 Kigo 这样的新形态旅游平台，未来又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改变我们规划、体验，甚至是分享旅行记忆的方式呢？好，感谢您的收听。希望这次关于 Kigo 旅游的深入探讨，能够为您的下一次旅行带来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跟启发。